对岸为什么要这么做？把我们围起来，然后进行这么密集的一个实弹的军演哦。现在有人说，其实他是对日本剑指日本。王毅批评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公开挑战中国大陆的主权。那我们看到前美国国务院高层也说，其实他的目标不是台湾，而是川普跟美日哦。那这个是前这个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的一个说法。我们再看呢，这个日本共同社，其实他们日本人也是很关心的，所以日本对中国表达关切，对于这一次的军事演习是杀鸡儆猴吗？哦，日本媒体也做了一番的所谓的分析哦，他就说这个习近平有一些盘算的，他暗示中国长期以来的愿望将台湾从日美安保合作中剥离，不只是中日问题，而是北京实现统一台湾进程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一般老百姓当然在台湾普遍看起来大家没感觉温水煮青蛙。那日本这边呢，其实有一些民众像是 Okinawa 与那国岛这边的居民，其实他们感受比较深刻，包括这个外溢的效应来了。与那国岛这一位70岁的岛民他就说很担心平民被卷入冲突，我不希望老百姓成为牺牲品，只想过普通的生活。而中国的海警船，我刚刚讲了这个有没有可能在台湾周围慢慢的这个不断的在那边做侵扰呢？包括我们看到钓鱼台这个地方中国海警船全年无休365天就在这里游走那创13年来的新高从2012年到现在包括这个地方中国海警船的密度越来越强。那中国大陆呢现在呢也不断的把这个日本当做一个这个非常忌惮的对象因为高市有松口，他说不排斥引进核潜舰。所以呢，中国大陆的媒体就说，3大经济困局缠身，还在挑衅中俄他也不断的对于这个高市口诛笔伐。那另外呢，日本前大阪知事也呛了高市说，你只会逞口舌之快这个像这样的领袖真的非常的危险不断的在做一些嘴巴上面的挑衅。那南韩呢？南韩怎么想的呢？这个区域里头，南韩也跑不掉驻韩的美军司令就说，这个共军的军演如果真的从演转这个战的话这个危机会爆发所以他也呼吁南韩来共同抵抗对抗中国。可是李在明恐怕不这么想因为你看到呢，他1月4号国事访问中国希望可以解除限韩令，这是经济方面，然后修复两国的战略关系预计他会带200多名的韩国企业访华，距离中韩元首第一次会谈只有2个月所以他很想赶快把这个所谓的双边关系把它修复起来。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今天这个昨天的新闻今天见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昨天在会见南韩的产业通商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部长吕汉九，所以很多迹象都显示韩国很想跟中国修复各方面的关系。那这个韩国就说了韩国的媒体就说了中国为南韩画红线，随时可能下一个对象可能成为下一个对象因为南韩也有媒体会担心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并且透过日本的全方位施压向南韩传递一个讯息，如果南韩你也想越线类似像高市早苗这样的动作，可能就会变成下一个对象。那中国现在在测试立场吗？南韩的外交部有发声，就是针对昨天的围台军演，他们有说希望透过对话跟合作，推动两岸关系朝和平的方向发展。我相信有理智的人都不希望区域发生冲突所以李在明他希望赶在川普4月访华之前到中国大陆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要争取更多的利多。那俄罗斯的关系呢李在明也说了首尔跟莫斯科很快就会改善，所以李在明这是一个身段非常这个灵活的人，对俄罗斯对中国大陆他都在做一些橄榄枝。来请教老师，这次大陆的军演他不只是打给台独看他也打给日本跟美国看，也就是告诉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就说你要挑衅中国，你来打看看，也在警告美国的美军驻亚太地区的美军说，你想介入这场战争，你来试看看，看你有没有多少本事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趣的地方是在于，我想台湾的台独的赖清德们他们都一直在等待
等待高市早苗表达强烈的意见啊，也就是因为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嘛，那现在台湾有事啦，那你日本总是要表达一点意见嘛啊。结果呢，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他除了在忙着他自己的搬家以外，他竟然只能表达关切。那原来就台湾有事跟就是日本有事，原来对于高市早苗来说，只不过就是一个关切而已啊。这个对台独的这种玻璃心一定是碎得一满地啊。但是问题是在于，对于日本人的看法来说，那就不只是这样子了。除了与那国岛、琉球群岛的琉球王国的这些这个民众，他们不愿意卷入这场战火以外，我觉得目前来讲，大阪市的前市长这个桥下彻他的讲话是有意思的因为他是维新会的创始人，也维新会的领导人。维新会是日本现在的第3大的政党。那维新会目前是跟自民党联合组成一个政府，因为自民党现在如果只跟公民党也没办法组成政府，所以他跟维新会。维新会是日本的民粹主义极右翼的民粹主义的这一些人。结果桥下彻他竟然骂这个高市早苗，他怎么骂呢？他说你就是会耍嘴皮，因为现在大陆已经对台湾实施这样的一个军演了，然后你不是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那你现在日本你能做什么呢？你做了什么阻止大陆不对台湾实施军演呢？你什么都没办法做，你也什么都不敢做，那你就是出一张嘴，然后引起这么大的事件，这个是这样的政治人物是不足取的，这个是重话在日本来说，这已经是重话了。也就是说，你靠着你一张嘴，你什么也做不了，你什么也不敢做。那你让日本人丢脸丢到世界上去，让日本人丢脸丢到台独那边去，那你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个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的。那更有趣的是谁？更有趣的是这个美军驻韩的这位司令，这更有趣。他不是说我美国人要下来跟中国大陆干架，他竟然叫韩国你要来跟中国大陆干架，你要来抗中这个实在是很奇怪，叫别人去死，不是自己去死，这个更有趣。这样的一个美军司令，简直也是丢脸丢死了，竟然叫韩国去抗中，而不是自己美国人来抗中，因为他的老板川普不抗中那川普不抗中，他自己也不敢去抗中，竟然叫韩国抗中。然后这个李在明更有趣了。李在明最早在碰到这个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你要选边站的时候李在明说我才不选边呢因为当时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不会选日本。他摆得很明白，即使有美日韩的三角军事同盟关系，有军事同盟关系即使有大卫营的模式，这个都是在拜登时代建立起来的。但是李在明说对不起，军事同盟关系对我来讲没有用，因为我不会挺高市早苗的军国主义。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北京跟台北之间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军演紧张关系的时候，你选哪一边？他的态度很明白，就是我不关我的事台湾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好，这个就是李在明的一个态度。李在明现在他最在乎的是什么？他一定要改善跟大陆的关系，所以他再过几天，1月4号他就到北京去访问了。他是第一个2026年中国大陆邀请的第一个领导人。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他在乎的是什么？明天开始换俄罗斯在北方四岛进行军事演习，而一演习2个月。那他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个是你俄国跟日本的关系，不是我韩国跟日本的关系。所以美日韩的三角军事同盟原来用不在大陆身上，也用不在这个俄罗斯的身上。那这个军事同盟到底要干什么？来请教将军。我要讲在我这个刚毕业下部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台湾有一支部队是全部是美式的装备。我记得那时候那个营一个步兵营里面全摩托化，也就是说一个营里面各种大小车辆
就有50几辆车，你看看这个战力有多强哦。那但是这个部队很特殊，就是这个跟美国有一个默契，这个部队从来不到金门或者是马祖这外岛地区，一定留在台湾。它等于是讲起来，它就是美军部署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预备队，哪边有事，他就准备投入到哪边去。所以你摆在台湾是不能动的。那这支部队什么时候开始要参加这个外岛的轮调移防呢？中美断交之后，那么中美断交之后，这个我们台湾当然跟美国没有这个军事同盟的协约关系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由调动部队。所以这支部队等到中美一断交，立刻就到金门去了哈。那我讲这段就是其他韩国有没有类似这种部队？有哈，这支部队韩国那时候有一个师叫第9师，也号称白马师。越战的时候就被美军调到越南战场去打越战啊。那试问一下，如果说是美军这个布朗这个驻韩美军司令布朗森哈，还是停留在50年代的那种想法的话，他认为说是只要哪边有事，所有东亚地区，包括韩国，包括日本。这个所有都应该由他来调度。在这种状况下，他当然认为说是，如果说台湾有事，他当然可以叫韩国的部队来支援台湾作战。我觉得这个脑袋真的是要进步一下。什么时代了，你还停留在50年前那种观念跟想法？叫这个韩国来支援台湾作战。但是这次解放军这次军演。很明显的，我觉得不只是杀鸡儆猴，根本就是一箭三雕哈。我讲一箭三雕，第一个是警告台独嘛，第二个就是针对日本，第三个针对美国，这很明显。我们从他第一天所公布的这种演习的海报就看出来，他用一个盾牌，上面很明显一个长城，那就是长城什么是抵御这个日本的这个抗战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大刀队打仗的地方。第二个来讲，我们从这图里面看来，就是阻挡美军对台湾的军演。这是为什么解放军这么明显针对这么摆明了针对台独分子日本跟美国。我觉得对日本来讲，当然是高市早苗的那番言论，这涉台言论，他说只要是台湾有事，就启动他这个集体防卫权。讲得好听一点，不是集体防卫，就是他日本就要联合美国、日本还有韩国。共同来跟台湾来协助台湾来对抗解放军的入侵。那对中国来讲的话，台湾是我领土的一部分啊，它是从台湾是它领土一部分来讲的话，怎么容得了你日本在这边指手画脚？所以这次演习很明显的也针对日本。大家不要忘了，这次我们当然重点都放在台湾海峡的沿岸，但是不要忘了东部有一个部队正在那边演习，这个很明显就针对日本跟美国，针对与那国岛哈，那这支部队特别严重了。他在演练什么科目呢？这次是075海南舰领军的一支这个2栖攻击特遣队，在这个地方，他演练的科目叫做这个2栖登陆作战。那大家很好奇，到底要登陆哪边？是登陆我们花东地区呢，还是登陆与那国岛？哈，大家可以打上问号。那会不会也针对与那国岛、针对宫古海峡这些岛威胁性十足？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杀鸡儆猴，也可以说一箭双雕。那这支部队海南舰所领军这支部队是2栖登陆部队哦，那准备登陆什么地方？哈，那值得我们去特别注意。那我觉得日本也要特别提高警觉。那针对日本的这个态度非常明显，日本你在与那国岛要特别小心的。来，彬哥，我觉得这一次演习当然不是单纯只给台湾看，也是给日本、美国看，那实际上也给韩国看。我觉得就是给周边国家看。那当然表面上是以台湾为主轴。那明天开始呢，俄罗斯在日本北方也继续演习。那所以日本自己要仔细去考虑，他未来面临的是被中俄夹击，甚至中间还有北韩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也觉得高市早苗很妙，就是之前好歹他在跟中国大陆对抗的时候，我们的赖清德好歹吃了生鱼片寿司支持他。那高市早苗这次连卤肉饭都没吃，然后呢，根本人躲起来不见。你是透过这一种辗转不具名人士传话的方式说我们29号就已经跟中方联系，要求和平处置这件事情。所以很明显嘛，赖清德又俏媚眼做给瞎子看，然后高市根本就不买单嘛。所以我觉得台湾常常自己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太高，可是实际上当大国在博弈的时候，台湾通常是被摆在一边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台湾所面临的现况，不要过度高估自己。
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认清，其实现在是中美这2个大国在博弈，周边的这些国家，其实有的时候是棋子，有的时候只是旁观者而已。所以，我们尽量能够当旁观者就当旁观者，而不要卷到2只大象的斗争里头去。这个对台湾绝对不是一件好事。那高市当然因为他自己军国主义倾向的关系，他一直希望能够有一番作为。可是他一上来就把他周边最强的2个国家都得罪，然后现在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也不知道高市打算怎么样继续下去。那看起来在他任内，国际这一方面他恐怕是不太容易有所建树。那就看他对国内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些东西，能够延续他自己首相的任期啊。那导致韩国这个美军司令，我觉得他在讲一个李在明根本不会想理他的东西，也就是如果入侵台湾成为史实的时候，你希望韩国扮演什么角色？来帮忙协防台湾吗？韩国人愿意做这件事啊？李在明之前还没有当选之前，他就说不要，他就说那我们在旁边看就好，谢谢。那我也反问一句：今天如果韩国跟北韩打起来，台湾人有人愿意去为韩国打仗吗？没有吧？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期待韩国人来帮我们打仗？这不是很荒唐的一件事吗？那李在明，我必须说，人家是真的很聪明的了。作为一个韩国这样的一个地位，四战之地的韩国，你看他也没有去跟日本交恶啊。虽然为了独岛的事件，双方有一点不愉快，但他没有很明显、很强烈做出一些作为，反而是尽量缓和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缓和他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甚至认为，也许不久的将来，他会想办法缓和他跟北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都是李在明想去做。那这对韩国有没有好处？我觉得当然有好处啊。那如果别人能够这样做的话，为什么台湾不行？我觉得台湾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是，观众朋友，今年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哦。那过去1年您过得好吗？我们来看看美国。如果这个问题问美国人，美国人可能会告诉你他过得不是很好。纽约时报哦，在今天他用10张图表来揭示哦，认为2025年是美国的黑暗经济之年。这个人哦，他是纽约的这个纽时的专栏作者，他叫史蒂文哦，他做过奥巴马的财政部长顾问。他认为哦，批评很糟糕，这个川普很糟糕的预算超支法案，还有通膨经济的情势，让美国人2025用黑暗来总结。我们从几个象征几个趋势来看，包括川普2.0的第1年，美元就倒下了，这是10年来最惨的抛售潮出现。那因为这个国际市场对于贸易战冲击有疑虑所以升温。那美元的安全港这个地位就开始有动摇了。而另外还有新的风暴即将来袭哦。所谓贸易战、关税战，川普政府现在面临的是什么？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马上就要宣判了，要裁决了。如果川普被判这个所谓的关税这件事情是违法的、违宪的那他们说其实有 B 计划，川普说没问题，我 B 计划就会推出来，那到底是什么呢？恐怕又会有一场腥风血雨了。另外呢，美中的关系当然是重中之重过去2015年，过去这1年来经历了起伏震荡，总体动态稳定，这是来自于王毅的总结。因为我们看到，包括现在全球70%的订单涌向中国，美国的封锁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关税这个政策为什么会落空呢？日本媒体说，那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价格低到怀疑人生。这里讲的是成熟晶片，70%的订单都跑去中国了。你高阶的可能还不成熟，可是低阶的这些晶片中国大陆非常的便宜，所以订单完完全全过去了。而另外英国的媒体就说美国像三星、SK 还有海力士已经发出了许可证在中国大陆的工厂明年就可以引进一些晶片的制作的一个装备。可是中国大陆现在也慢慢的对于这个国内的一些晶片的制造商实施所谓的50%国产设备的一个规定就是你所有的这些设备你至少要50%，一半你要用 Made in China 所以中国大陆也在摆脱对西方的依赖。而另外在 AI 的产业上面，尤其是机器人中国大陆走得很前面，包括您看到 AI 巨声家庭机器人第1股上市，这是什么呢？
沃安机器人哦，它昨天正式在香港哦这个交易所主机板挂牌上市，股价一飞冲天哦。我们看到沃安机器人这一支股票或者这一家公司其实不得了哦，它独树一帜的商业模式，超过95%的营收来自于海外。其中日本是最大的收入来源哦。那当然，我们看未来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各种的竞争啊，中国大陆很厉害，美国可能也厉害，印度是下一个吗？我们看到印度有举办一个 AI 影响力高峰会哦，即将在明年登场。那他当然邀请中国来参加，而且这是第一次在全球南方国家举行。我们看到印度现在你不要小看它，它已经挤下日本，成为第4大经济体，目标是3年之内取代德国。所以有时候可能也不能小看这个国家。来，老师，川普上来这一年，到底把美国带来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啊？我想年底盘点了以后啊，大部分的美国人是感觉不幸福、不快乐啊。纽约时报虽然是反共和党的、反川普的，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客观的评论，因为他用的都是一些客观的数据。也就是说，美国人他们的民调的反映出来，他们对于川普的支持度是下降，不满意度是上升，连 MAGA 本身对于川普，也就这么核心的人，对川普的支持度都在萎缩。川普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难题，就是说，如果最高法院他的判决，因为关税本来就是属于国会的那他滥用这个行政权，那如果最高法院他判决说你滥用行政权，这个关税必须不能够实施的时候，川普他就会回到301。可是301按照规定是要一案一审嘛，一案一决嘛，这个会更加的冗长。但是目前传出来说，有很多公司要准备去告，也就是一些进口公司，它本身要去告，也告这个川普政府，也就是你帮我抽的关税，这个钱要还给我。可是这个很多钱都被川普花掉了，他给美国大兵发的这些钱，还有一些补贴农业的补贴，都是从这个关税2000多亿来的。那怎么再还给美国的这些进口商？可是美国的进口商如果拿到了，假设拿到了这笔钱的话，那出口商说，你当初要我分担你的关税贴的那个10%左右，你也应该要还给我这等等还有得吵了。不过目前传出来的讯号说，很有可能美国的大法官他可能会说，那过去收的那就认了，然后以后的不能收，这也是另外一种妥协的办法。但是我们都还不晓得未来会怎么走目前我们开始看到川普对于，例如说对黄仁勋的英伟达H100 200，他说我可以开放。现在对于三星也传出来说可以开放，这个最主要是因为大陆的技术突破了，所以川普不是因为那个善心大发，是他想干扰中国的晶片发展，干扰中国的 AI 晶片发展。为什么？也就是说，你做出来的我就开放，那目的在哪里？就是打掉你已经做出来的。那大陆当然也都知道你川普的手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做出来的你就开放了，那就要他来跟我竞争。那大陆的做法就是，那对不起，我偏偏不。所以我们看到黄仁勋的晶片，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说我还在审查，所以还没有办法铺货。可是大陆已经开始在铺货了，那也就是说，我国内的市场尽量满足我自己的生产需要，然后不够的，我再向你购买一点，但是主要是要把自己的厂商养大。而大陆的企业在过去的这个贸易战、科技战以来，大陆的企业也学到了经验，学到了教训，说不能够依赖外国的厂商，那必须要支持自己的国产的这个晶片商。我觉得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战，还有就是拜登的科技战，都让大陆的厂商真正的体会到要支持自己的国有的企业，国有的厂商来跟国外竞争。这个过去大陆的主管的官员苦口婆心的要劝大陆的企业说，你支持自己国货嘛，你不要向国外购买。他们由于因为向国外买，比较品质也不错，然后又价格又公道，然后他们就从国外买，那这形成的依赖。而这一次真的是川普还有拜登帮大陆的官员打通了任督二脉，大陆的大部分的厂商都
不想再依赖国外的技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一步。最后一个就是有关于 AI 的大会啊，第1届是在伦敦办的，是英国人办的；第2届是在韩国，第3届是在法国。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跟观众朋友有分析过，在法国办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都是60%以上，60%以上的都是华人。那这印度现在办第4届，印度如果没有请中国大陆，请问一下，那谁还要去参加这场 AI 的峰会啊？我想以华人为主的 AI， 这个天下底定了。是，我们接下广告。我们来请教彬哥怎么看美中的竞逐？目前虽然这一阵子美元跌的蛮多了，可是目前是估计2026美元虽然不至于到会涨，但是跌幅应该会稍微缓一点。但是那是川普的未来的动作是可预期的状态下的话是这样。如果是不可预期的，因为我想大家都了解川普的性格，所以假设这个他们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他的关税政策不利的话，他会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反制？这个就蛮难讲的，因为搞不好会引起更多的争议，这些都很难说，所以要看川普到底会怎么作为。不过理论上来讲，因为明年有期中选举，原则上他应该震荡的幅度不至于像2025这么大，他应该很多太过于冒进的东西，他应该不至于在明年选择去做，所以就希望是这样吧。因为其实美国如果动荡，台湾也不会有好日子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麻烦。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是其实你看最近民调也显示，台湾这边也很多人希望说，就是跟中国大陆是不是能够走向相对比较平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至少在中美关税战，中国大陆用实力证实了，美国以现阶段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压倒它。你必须要承认，川普实际上也等于已经承认，甚至很多人说他已经把世界分成3个势力范围。也就是东欧归俄罗斯，亚洲归中国大陆，然后美洲跟欧洲归美国。对，他已经重新划分这样势力范围，所以未来大家可以预期，就是中美之间的竞逐应该不至于这么像2025这么激烈，但是这还是要看就是其他方方面面国际上的局势的一个变化。不过我觉得就是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最喜欢用什么过度生产啊、不当倾销啊，去讲中国大陆。我一直觉得这个逻辑是超奇怪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指责中国大陆用补贴才会造成它的产品在全世界竞争力如此之强。那大家都没有想过一个很奇怪的事吗？那这样子，中国大陆这样几十年补贴下来，这个国家不倒才奇怪。因为它一直过度生产市场不需要的东西，而且他们多卖一个是多亏一个啊。那理论上来讲，这个国家应该要倒掉了才对啊。那为什么反而它经济越来越蓬勃？所以显然不是，我必须说，恐怕不是中国大陆的价钱太低，而是西方社会过去的东西利润太高了，太贵。对，因为你们希望我做少一点东西，我就可以赚到足够高的利润，所以才造成现在你们的产品缺乏竞争力。那我必须说，中国大陆的出现，宣告过去洋人躺着赚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洋人恐怕也要努力一点。你才有机会赚到你的钱，这对我们消费者来讲应该是好的吧？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知道对岸的机器人发展的非常好，现在看到沃安机器人已经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了，股价很高哦。这个沃安机器人哈，这个它股价一上市，你知道它多少倍吗？比它多了这个254.5%，这么高的一个趴数哈，是，然后立刻就上涨，可见它未来后市是看好。为什么它后市会看好呢？因为它事实上是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是，我们以前一想到机器人，大概就比较科幻啦，或者是就我们军人来讲，就想到说是打仗的时候怎么样机器人，但这不是，沃安这机器人完全就是家庭机器人。你知道它可以做很多家庭你可以帮忙的事情，包括到什么呢？譬如说是劳务的操控哈，可以帮你做很多家事，帮你叠衣服哈，帮你这个收餐盘餐具，然后帮你洗餐盘餐具，还有这个
老人的照护，它也可以做，这很所重要，以纯粹就是生活化的机器人。是，所以后市是非常看好的。那我觉得大陆来讲，这个机器人发展速度之快啊，真的超乎我们想象。另外有一家叫语速机器人，各位可能刚开始对这家的印象比较深刻。那从去年这个春晚，大家还记得吧？他那个跳的未央歌那支舞转那个手绢扭秧歌转那个手绢大家印象很深刻。但是同样这家语速，在今年大家上个月看到他机器人跟王力宏伴舞他还可以侧空翻。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对岸的解放军昨天对我们进行围台军演。当然我们不乐见，我们也希望对方不要这么做。可是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细节，因为他们透过央视、透过各种解放军的频道有释放出一些细节，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说是解放军的东部战区他们是协同海军、空军、火箭军的兵力对这个我们台湾的周围实施远程联合火力突击那他们是宣称全部命中目标。那另外呢，今天解放军的最新海报是这一只马，他们叫做正义之马。那这个对准的是台独的势力，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所谓的27枚火箭史上落点最接近我们台湾本岛。那当然我们的国防部都说有掌握，只是呢对于两岸的一般民众来说都不想要看到所以在对岸的福建平潭沿海有民众说我有拍到这一幕说是实弹军演的画面那当然有很大的烟雾。而另外呢包括你看到越海杀气就是有很多的军武的武力的展示。而另外呢官方对岸解放军的官方也公布了轰6K 挂实弹远程的这样子的一个飞行还有包括发射多枚精准的所谓精确制导的弹药那这些都是一些武力的展示。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是对岸释出的一个官方的画面。那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一场所谓的围台的军演呢？我们台湾被这样子围在这个一定的范围内，而且是步步紧逼过去可能还在24海里之外，现在呢已经在我们的临街线这里了。那中国大陆的专家有说了一些话说他们这一次的目的跟这个所谓的目标是什么呢？有4句关键词：演习新战术，贴合实战包括无人机的体系是要切断外部的这些所谓干涉的通道，还有精准打击重要目标的关键手段，还有无人装备拥有快速部署和精准打击的能力支撑开局击打模式的重要基础。而另外呢，我们看到能源线，其实我们也很担心这个状况台湾最重要的能源的补给现在很多是依靠天然气。如果把我们的能源线给切断了，把我们的运输线给切断了，台湾到底还能怎么办这是生死线那对方已经讲了很白了，要拒止外部势力的干涉。美国的智库就讲了台湾没胜算的军备竞赛。这个人是谁呢？他是过去美国亚洲事务部的主任他过去先前有批评赖清德总统鲁莽那他现在在华府智库嘛那我们看到呢他怎么说？他也观察了这一次的解放军军演。他说中国不仅在兵力数目上已经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在武器的品质还有训练这些都领先了所以这是一场台湾毫无胜算的军备竞赛。那当然我们台湾小，我们台湾也没有制造这个武器的这个能力，当然比对岸落后很多，这都是我们自己要正视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这可能出现的战争呢？我们不希望看到让我们遗憾的事情。可是呢对我们台湾来说，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政府或者执政党一直是希望美国或是日本来帮我们。那川普到底怎么想的呢？川普在这一场围台军演这个发生之际，他只说了我知道了。
感觉是轻描淡写过去。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啊，他说就是针对台独势力。那另外呢，共军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做的这个方式是全水域执法呢？他派出一大堆的这个所谓的海巡啊水警啊来临检登船临检呢？那这个是不是我们也要因应的部分？我刚刚说到了川普对于这一场围台军演的反应，我们看到他的反应非常淡啊，一般预料是因为明年4月他要去中国大陆做访问嘛。中国大陆的外交发言人林健也被这个记者问到这一题说川普最近批准了向台湾出售价值110亿美元的武器他还表示此次演习并不令他担忧，川普不担心说这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对这样有什么回应？对川普的说法有没有什么回应呢？林健是说，军事演习是对以武谋独的严厉戒惩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所以他说的这些话，是某种程度对川普的反应呢没有正面的回应。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军事的分析，很多政治上面的分析都这样讲淡化军演，说我知道了，可是他没有进一步的这个措施或者说法，这是为了川习会铺路对这个美国来说，现在川普的眼中只剩下跟习近平见面这件事情最为重要。来，先请教将军。昨天的这场实弹射击，我觉得最让我们台湾感到威胁性最大的，就是它的这种火箭炮 PCH-191型的火箭炮。我大概介绍一下这种火箭炮，它可以这个模块化的换装它可以从射程最远的可以到500公里，到这个300公里都是它射程涵盖范围之内。它射击的方式可以有2种方式，一种是对点目标的射击，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我们看到车上面装了6管的这种火箭炮，可以同时打到一个点，也可以做面目标的射击。依据它所要攻击这个目标的性质如果说是地面上面广大一片的这种譬如说步兵或战车，它可以做面目标的射击。那如果说对于点来讲的话，它可以做点目标的射击。那我们先看一下昨天这个它的一个射击的一个情形是怎么样？我给各位看一下，我特别用报纸这个代表公正性。这个昨天它射击了上午跟下午2次的射击，上午那次的射击，它从平潭发射那打到这个新竹的外海。我在 Google 上面地图上面量了一下，它的射程大概是200公里那下午这次的射击，那也是从这个泉州这边发射，打到我们这个，其实讲高雄的外海50海里，但事实上这个地方距离我们的澎湖更近等于说已经进入24海里的毗邻区。那这个距离也是大约200公里。这200公里的含义是什么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从平潭拉直线到我们这个新竹来讲的话，距离大概是140公里。也就是如果说以200公里为一个这200公里为半径，以这个平潭为这个圆心来讲，画一个它射击区块。可以说，我们的北部从平潭发射，大概我们北部的所有地区都在它的射程涵盖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是从这个泉州发射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台南以北、高雄地区都在它的涵盖范围之内。这是第一个含义那第二个来讲，它很明显涉及了这2个区域，一个是在北部地区，这绝对比导弹的威胁还要严重96年导弹危机来讲的话。还不是打到这个地方。那这次来讲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台湾海峡南北2端都被它导弹这个封锁住了，所以它讲的是封控，含义就在这个地方。第三个我们看一下它射击的一个效果。昨天它这个射击是采取的是对点目标的射击。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0公里这么远的射程之中它所有落弹这个大概27枚导弹落弹，大概每颗弹的距离不超过50公尺。其实我们如果说以军事角度来看的话，这是非常精准的。那你可以说这个打27枚的火箭弹。飞了200公里这么远，可以落在同一个目标区里面，不到20公里不到50公尺，所以他形容说是非常的精准。
那我个人来讲也认为非常的精准。如果说当过兵的这种服过兵役，在靶场上打过靶的这种阿兵哥应该都知道，你在射击的时候，这个我们都会讲这个弹着点的散布面，越集中来讲哈，代表你打得越精准。那这次来讲，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精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是这27枚导弹哈，全部集中对一个点目标来射击，比如说这个如果说是这是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这边，那你想想看，它这27枚同时对一艘航空母舰，然后在短短的这个不到这个20秒的时间，全部落在一个点上面，那你一个航空母舰从舰身最少也有200-300公尺这么长吧，那几乎都落在一个点，那你根本就是没办法拦截。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对导弹，这次用火箭弹的射击，其实比用导弹对我们台湾的实质上军事威胁会更大哈。导弹可能是政治上的意义最大，但是火箭弹对我们军事上实质上面的威胁是更严重的。是，来老师。我们都知道演习是什么时候开始嘛？29号开始实施啊，然后实弹射击是昨天啊，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啊。2波的这个火箭弹啊，就是原乡火的火箭弹，它展现出几个特点，就是打得非常准啊，也就不管对点或是对面都打得很准。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代表也就是说，对于台湾的这个军事基地，也就是在台湾西部整个区域啊，也就中央山脉以区的以西的这个整个军事区域啊，所有的军事据点都可以很精准的打到。那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因为没有宣布演习已经结束了。可是到今天的这个图，也就是正义之马这个图，那就给我们的一个想象空间了。为什么？因为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因为有记者问到这个解放军这边或者问国台办，国台办说你要问相关的单位，但是我们都知道明年就是马年了，所以明天开始就是马年的开始了。那是不是演习会延伸到明年我们也都对，明年就是明天了。那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解放军的现在的演习跟以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有开始之日，没有结束之时。演跟战，它边界线越来越模糊了。那也就是说，只要有例如说国外的敌对势力所谓的敌对势力就是军国主义者嘛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或者是美国要这个操弄台湾的这个暗中支持台独等这些情况，那很有可能演习随时就展开。然后因为没有结束的日期，所以什么时候演习转变成为一个战争，连美国也越来越焦虑了，因为他们也发觉就是说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他们也越来越担心。那问题就来了，问题就在于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他们的这个外交委员会，他们现在在督促台湾赶快下订单，赶快给钱。可是问题是，美国的智库华府的智库已经一直在提醒台湾的广大的民众，也在提醒台湾的在野党跟执政党，也就是说，你再怎么样把钱投下国防预算，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两岸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台湾的军火武器装备，严格上来讲，尤其是具有战略特质的武器装备，本身没有自制的能力。没有自制的能力，这代表说你每打掉一架就少一架，每被打成一艘船就少一艘船。你完全没有自制的能力的情形下，你根本没有办法跟解放军来交战，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第二个，那就是从软件来讲，就是军队的训练。美国的智库都说，你连在军队的训练方面，你台军根本没有办法跟解放军较量。也就是说，你硬体赢不了解放军，你软件也赢不了解放军，你还去挑衅要跟大陆打，这个就让我们想起12月28号这个赖清德跟这个友台的一个绿油油的媒体的绿油油的主持人跑到集去，两个人一说一唱。也就是说，哎呀，我们是豪猪解放军没有能力打台湾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挑衅的过程中爆发了。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你根本没有能力打，你还要去挑衅
然后等到开始展开演习了以后，就等待日本的高市早苗的表态，他就是迟迟不表态，等待川普的表态，川普就是说，哎，我觉得没什么事啊，然后就让军演继续下去啊。我是觉得台独的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不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他打的就是台独，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国军不会为台独而战。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啊，那台独的当兵的人在哪里？没有人呢、那谁为台独而战？对，可是问题是炮弹打来，他也分不了谁是台独，谁不是台独啊，他不长眼的。好，来，斌哥。然后讲，刚刚赖老师提到豪猪哦，赖清德一直说要把台湾武装成豪猪，可是一个身上没有刺又没有牙的猪，那不是豪猪，那是蠢猪，那就是给人家宰的啊，不是吗？我们现在情况被赖清德搞得越来越危急，人家已经亲门踏户，直接走到你家门口。这次我看到还有什么财经网美在那边讲说，你看这次小 case 啊，连个东风飞弹都没射就回家了，就赶快回家过年了。你看没什么了不起，那当然这是外行人。这一次其实刚将军已经讲了，人家的火箭弹展现他的精准的能力，而且射程一个从平潭，一个从泉州，就直接打过来。其实这在告诉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一开战的时候，他可以直接用火箭弹就打到你家。那请问我们怎么应付这样的一个局面？你不可能用爱国者去拦他吧，对不对？对啊。那你要用什么拦？那我都不知道。人家已经是越来越明白的告诉你，他在展现给你看，他随时随地，你看几个小时之内我就集结了，然后上百架的飞机、船舰，我就直接出来，然后就把你团团包围，战争可能一触即发。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反制是什么？国防部告诉我们，上个礼拜就已经知道，就是他们要演习了。那请问一下，你们上礼拜就知道了，那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做了哪一些准备？不是应该有效反制吗？我今天听到一个，我都快昏倒了。我们的海巡非常勇敢的说，我们和那个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对峙，我们用 LED 灯，然后用这个无线电广播，然后呢还用这个我们造浪，然后把对方顶出去。你确定你顶得出去吗？你的船比人家小，是你被人家顶回来吧？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点自欺欺人到，现在看起来我们除了对内宣传之外，我们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反制措施啊，就好像他们现在，比如说他们临检拿捕，假设有一天他真的直接收我们的货船，把我们的美军送来的这些相关的军备物资，他全部把你扣押了，你怎么办？我们有办法反制吗？要想想办法嘛。我们已经等了多少？从2022年我们讲到现在，讲了快三年了。这3年来，国防部到底拿出什么实锤的东西出来？然后整个民进党政府又拿出什么能够因应的办法呢？我说真的，我看不出来。看到的每一次就是宣传，每一次人家拍的影片就说那是假的啦，那是 AI 啦。今天刚刚他们又公布一段无人机半飞15秒的画面，对啊，那请问一下，这样子久了之后，不要说打仗了，第一个先是军队，还有民心士气。你到底要怎么拉抬得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很现实的，你已经完全无法回避的问题。可是看起来我们的国防部也好，赖清德也好，根本不想对我们解答这些事情。他唯一满脑袋想的还是政治操作，还是选票。那请问一下，这样子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未来？